各位观众，台股又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大屠杀了。收盘暴跌906点，创下历史第4大单日跌点，指数直接摔到8个月前的低点。而且这种跌法好死不死发生在愚人节前一天，简直让人怀疑市场是不是在整人啊？股灾最直接的导火线之一就是川普准备宣布对等关税。而且这次的范围不只是针对中国，而是要扩及全球。这代表国际贸易的摩擦将进一步升级，企业的成本压力加大，投资人信心瞬间崩盘，资金开始大举撤出股市，躲进黄金、美元这类避险资产。但是今天主要不是要跟你探讨台股暴跌的原因，因为我们2024年底就曾经多次警告过，股市即将大跌。我说的是大跌，不是跌1个礼拜、1个月这么短的时间而已。因为只要头部一出现，会跌到你害怕。如今事后回头看，美股头部确实已经出现，我们已经从2月中开始无脑做空到现在了。你开始感到恐惧了吗？川普明显有意要推倒股市，让资金从股市流出。大家也都知道，美股不好，通常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股市。回头看看台股，头部也成型了。你可有发现现在股票买了都不会涨吗？或是涨2天就熄火，帅不过3天。如果手上的持股有让你产生恐惧感，那还好，至少是恐惧，不是产生贪婪。你说要在哪里看到我们更进一步的分析？你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每当我从 K 线图看到趋势转向的迹象，都会免费的发表在专栏上，让你心里多少有个底，至少不会完全没头绪的想错方向。今天不聊台股崩跌，我们要聊另一个你绝对不能忽视的大趋势——星链与无人机。因为我们正处于一场全球产业与军事科技的重大转折。如果有在关注军事科技的粉丝，想必会发现战争的形态正在改变。从俄乌战争开始，我们已经看到无人机、飞弹，甚至马斯克的星链在战场上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作为投资频道，为何要探讨这个？因为这一切都跟半导体有关。我们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乌克兰之所以能撑住俄罗斯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与盟国提供了先进的标枪飞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甚至连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网络都在背后支撑战场上的通讯与无人机操作。而这些高科技武器的核心零件就是晶片，也就是说，今天谁掌握了最先进的半导体，谁就拥有现代战争的主导权。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什么是星链？如果你人在飞机上，或到了荒郊野外，甚至是登山时进到了深山里，手机却没有讯号，那该怎么办？没有网络，我们无法联络家人朋友，无法 Google， 甚至连导航都用不了，那不就 GG 了吗？但如果有一种技术能让你不管身在何处，只要天空中有卫星就能连上网络，是不是很屌？这就是星链。它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全球每一个角落都能上网，不管是飞机上、船上、沙漠、深山，甚至是战争地区，只要你能看到天空，就能透过星链卫星来连上网络。我们现在的光纤和4G、5G 大部分是靠有线或无线来运作的。有线网络就是我们家里或办公室用的网路线，无线网络最常见的就是 WiFi 和4G、5G。但不管是哪一种，他们最终还是要靠海底电缆把讯号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全球的网络基本上就是一张由数百条海底电缆组成的大网，把各国的网络串接在一起。例如，台湾跟国际连线主要就是靠15条海底电缆，分别接在宜兰头城、新北淡水、新北八里、屏东丰港这些地方。但是，如果你现在人在飞机上、高山上，甚至是一个完全没有基地台的地方，这时就需要卫星网络。卫星网络的概念很简单，就是把基地台搬到天上去。地面上的基地台会受到地形限制，比如山脉会挡住讯号，海上没地方架基地台。但卫星没有这个问题，只要头顶上有卫星，你就能连上网络。而星链就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卫星网络计划。要让卫星网络运作的像地面网络一样流畅，光有几颗卫星是不够的，需要一整个卫星星座，也就是由成千上万颗卫星组成的网络系统。截至目前为止，星链已经发射了超过2300颗卫星，其中约2100颗还在运作，但这还只是个开始。星链的目标是发射42000颗卫星，这个数量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肉眼能看到的星星，整个夜空大约只有5600颗，而星链的卫星将会是这个数字的7倍以上。当所有卫星部署完成后，星链就能实现真正的全球覆盖，不管你身在何处，都能随时上网。但要使用星链的服务，你还需要一个星链接收器，这是一台专门的天线设备，
类似一个小型的蝶形天线，能够接收来自星链卫星的讯号。不过，目前星链在台湾还没有正式开放，据说中华电信正在跟星链洽谈合作，也许未来台湾的用户也能使用这项技术。除了提供偏远地区的网络覆盖之外，星链在紧急时刻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像是战争和灾害救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开始后，乌克兰的网络面临瘫痪的风险，因为俄军可能会摧毁地面的基地台，甚至切断海底电缆，让乌克兰完全与外界失联。当时，乌克兰副总理米哈伊洛·费多罗夫直接在 Twitter 上向马斯克求助，希望他能提供星链服务。结果，马斯克不到12小时就在 Twitter 回应，乌克兰的星链已经开通，更多设备正在运送中。从请求到回应不到半天时间，乌克兰的星链网络就正式启用，让当地的人民、政府、军队依然能够保持联系，甚至还用来操控无人机进行战术作战。不只是在战争中，在天灾发生时，星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1月15日，南太平洋的东加发生海底火山大爆发，引发巨大的海啸，把东加唯一的海底光纤电缆直接摧毁，导致整个国家瞬间失去网络连线，对外联络完全中断。结果星链的技术团队立刻行动，在邻近的斐济建立了一座地面基地台，并在1个月内开通了东加的星链网络，让当地的救难队和居民重新恢复网络。如果台湾哪一天发生重大天灾，或者因为某些因素海底电缆被切断，那台湾还能和世界联系吗？目前台湾没有自己的专属通讯卫星，唯一的一颗中星2号还是和新加坡合资的。但星链并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尤其是天文学家。虽然星链的卫星本身不会发光，但它们会反射太阳光，在天空中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条亮点。这对天文观测来说会是一场灾难。这种现象叫做卫星闪光，影响了许多天文研究，甚至连肉眼都能看到。而且星链的卫星数量太多，不像过去的通信卫星、卫星只有不到100颗，星链是计划发射4万多颗。即使马斯克承诺会尝试降低卫星的亮度，但对天文学家来说，这已经是一场不可逆的光害污染。另外，星链的卫星数量暴增，也带来了太空垃圾的风险。现在地球轨道上已经有数万颗报废卫星和碎片，如果没有妥善处理，这些碎片可能会撞击其他卫星，甚至掉回地球。虽然星链的卫星设计上可以自动返回大气层烧毁，但这个机制是否真的有效，还有待观察。星链如何应用在无人机上？在俄乌战争这场现代战争里，无人机几乎成为了乌克兰最致命也最灵活的武器。你一定在新闻里听过这些报道：乌军无人机把俄军的战车炸成火球，无人机袭击俄军黑海的舰队总部，无人机帮助乌军侦察和搜救。这些无人机不只是战场上的眼睛，更是攻击敌军的长矛。特别是那些可以垂直投放反装甲武器的无人机，它们可以精准打击俄军装甲车最脆弱的车顶，造成毁灭性的伤害。而这样的战术让军力远远不及俄军的乌克兰，竟然能够撑过战争初期的猛攻，甚至开始反攻。这显示了一个事实：现代战争，无人机已经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武器。马斯克也曾说，如果未来再发生大国战争，很可能也会是一场无人机战争。美国需要投资无人机，提高本土生产率。可无人机虽然强大，但它们必须依靠稳定的通讯与卫星定位来运作。如果通讯中断，无人机就会变成一堆无用的金属零件。马斯克的星链系统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乌克兰才会向马斯克求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点：无人机战争。真正比拼的不是谁有最多的无人机，而是谁能维持稳定的通讯与数据传输。星链让乌克兰的无人机在战场上拥有了上帝视角，能够及时掌握敌军的动向，迅速调整战术，甚至远端操控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攻击。无人机的发展其实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军方就已经尝试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到了越战，美军开始使用无人机来执行高风险的侦察任务，减少飞行员被俘的风险。而到了21世纪，无人机已经不只是侦察兵，他们开始装备飞弹，成为真正的攻击武器。现在的无人机已经发展成4大类。第一，空中无人机，像军用无人机、空拍机，这是我们常见的类型。第二，地面无人机，像是无人战车、无人侦察车，甚至自驾车也属于这一类。第三，水面无人机，主要用来海洋监测、侦察，甚至攻击敌舰。第四，水下无人机，潜水艇型的无人机，可用来侦察、布雷，甚至干扰敌军的水下通讯。
空中无人机的军事应用最为广泛，从情报收集、监视侦查到远程精准打击，甚至执行自杀式攻击，彻底改变战争模式的就是空中无人机。而且现在的无人机还加上了人工智慧，能够自主识别敌我，规划飞行路线，甚至执行蜂群战术。这意味着未来战场上可能会有成千上万架小型无人机像蜜蜂一样集体攻击敌军，让传统的防空系统完全招架不住。有了俄乌战争的例子，如果台海战争爆发，台湾的无人机将会成为最重要的不对称战力之一。台湾虽然无法跟中国大陆比兵力，但可以用大量的无人机来进行狼群战术，袭扰敌军，防御关键据点，甚至直接攻击敌方登陆部队。台湾是全球半导体重镇，拥有最先进的晶片制造能力，而无人机最核心的技术之一就是高效能的 AI 晶片。如果台湾能够结合这些技术，加速发展军用无人机，那么在未来的战争中将会至关重要。这就不得不提到一项关键的计划——台版星链计划。台版星链计划是什么？其实台湾早在2019年就开始规划台版星链计划，目标是打造属于自己的低轨卫星网络，让台湾即使在海底电缆被破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网络通讯。这个计划已经开始行动了。台湾第一颗自主低轨通讯卫星已经确定要与美国的 CCM Astro 公司合作，台湾负责制造卫星本体，通讯筹载则由美国外购。计划总投资额高达8.8亿元，目标是在2027年发射升空。台湾计划采取3轨并行的方式来推动。第一是自主研发，台湾要自己造卫星，确保关键技术不被国外卡住。第二是国际合作，向美国采购最先进的通讯设备，加速技术升级。第三是产业链发展，打造完整的太空产业链，让台湾不只是一个半导体大国，未来还能成为卫星与太空技术的供应中心。说了这么多，这个计划除了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之外，对投资市场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先从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回推，这个计划的受益者不只是 SpaceX， 还包括一大批关键供应商、生产低轨卫星的公司、提供卫星通讯设备的厂商、研发发射技术与火箭的企业，甚至是相关的 AI 和晶片业者。现在台湾也准备投入上百亿资金发展这个产业，这代表未来可能会出现一波卫星概念股。我们来拆解一下这波趋势会影响哪些领域。第一是卫星制造，台湾已经确定会自主开发卫星本体，所以与航太技术有关的公司可能会迎来大笔订单。第二是通讯设备，台湾向美国购买了8.8亿元的通讯筹载技术，这表示台湾的通讯产业未来会进一步升级，带动5G 甚至 B5G 相关的投资机会。第三是半导体与 AI 晶片，低轨卫星的核心技术之一就是高效能晶片，这对台积电、联发科这类的半导体龙头来说是长线的大利多。第四是火箭与发射场产业，台湾确定要在屏东九鹏村建立国家级的发射场，未来可能会吸引更多国内外企业投入火箭发射技术，甚至带动火箭观光这个新兴产业。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台版星链计划不只是台湾科技业的一小步，而是带动整个产业升级的一大步。当年 SpaceX 推动星链的时候，相关供应链的股票纷纷大涨。现在台湾准备打造自己的低轨卫星网络，这将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当然，这也不代表所有相关企业都会涨，而且我们要提醒你，必须要跟着趋势走。想要做未来有题材的产业布局，一定要等大盘落底才能有所行动，估计也是明年以后的事情了，千万不要急。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更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若你不知道从何开始进步，迈向财富自由之路，可以在资讯栏里找到小帮手，让小帮手给你建议该从何着手开始学习。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对某个经济议题、投资商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连带融入基本面、筹码面跟技术分析。当你希望你达到财富自由时，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